人那些重复性的、生存需求的逻辑的，通通被 AI 跟机器人取代了。剩下的人要做什么？就自学啊！什么叫自学？白话叫自我成长。人来这个世间，我们以前都是为了钱，委屈自己去做这个做那。AI 时代不可能了，因为机器人跟 AI 都帮你做了。你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把自己这一生的自学搞好。今年是天然手学元年，为什么天然手学元年呢？中间的过程我就省略了反正有一些因缘，这个因缘呢，算是擦枪走火，但是呢，我们常常讲，事事皆有奥秘完美的安排，所以天然手学元年呢，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我要开始办学了办什么学呢？自学。为什么要办自学？各位可以看到我黑板写明心见性，天然手学自学。明心见性是天，天然手学是地，自学是人，天地人。天然手学它是在台南的孔庙一个入门口写的天然手学。为什么台南的孔庙会有这4个字呢？什么叫天然手学？接下来我要跟各位讲为什么它叫天然手学，为什么它这么的重要。各位想想看AI 是什么呢？ AI 掀起第4波的工业革命。什么概念呢？你不管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IT 都因为 AI 生产力暴增。为什么？你农业它可以帮你处理病虫害，帮你找到最好的时间播种，帮你用机器人。所以呢，所有的产业不是只有 IT 所有的产业都会被 AI 跟机器人介入以后，成本降到最低。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你没有用 AI 的国家，就是被淘汰的国家。然后最要命的是 AI 的重镇就在台湾。你说辉达要台积电代工而且现在台湾的因为辉达的推动，各个产业都在进行升级，也就是台湾之后的各个产业都会进入 AI 介入后的产业，所以台湾的每个产业都会进行升级，以至于台湾之后会成为向全世界输出技术跟 AI 产业运用的经验的一个主要的地方。这个地方，你看台湾，我们现在讲2300万人口，台湾人口密度很高，台湾的出生率在下降，但是预计2026年会增加500万人口。这500万人口从哪里来？从全球世界各地来。接下来，台湾渐渐的会坐实台湾是世界之星的这个地位，台湾是世界的技术的重镇的中心，因为由台湾扩散的所有的产业跟技术会向全世界扩大传递。其实你看台湾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芯片，台湾就像是一个半导体的芯片，密度极高。为什么它效率可以这么好？你光做一个芯片，你必须是一个民主、开放、协作的环境。你要跟艾斯摩尔合作，荷兰，艾斯摩尔光科技，它也要跟台湾的供应商、跟全世界的供应商，才可以生产出那一个光刻机。如果你要生产这样的光刻机，你可能处处跟人家为敌吗？不可能。你必须平等的协作，更何况在台湾的产业链、产业生态圈已经相当成熟了。我们不像美国，如果台积电没有在凤凰城成立一个产业链的话，我一个产业可能一个零件可能要3天后寄来，可能最快要搭飞机等等，这都是成本。但台湾不用，就在隔壁，顶多搭2个小时的高铁。所以 AI 它导致的就是，你只要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工业，你没有办法进行 AI 的升级，你就是等着被淘汰。那你的国家
如果是一个处处与人为敌，说着要打台湾，说着要打乌克兰，处处破坏民主协作，你幅员再大，你的人才再多，你没有办法导致多国协作。更何况那一片土地上的既虚华不实，就又爱讲谎话，到处欺骗，然后呢，基本功不愿扎实的做，趁着 WTO 的机会到处 copy 窃盗，不尊重制裁权。我就不要讲什么地方了。前几天还不是在军演吗？我跟他讲不用怕，他真打，最先倒的就是他自己。你知道多少？你知道那个火箭军为什么被拉下来？孩子都在美国，钱也送到美国。前不久，川普帮大陆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周遭的红二代、三代都在逼迫，川普给他送一个大礼物，什么大礼物？柬埔寨的 KK 园区。那些共产党的 KK 园区幕后的老板就是他们，假腰子诈骗，收割全世界。川普的理由是什么？我们美国人被你们骗太多钱了，你知道吗？中国，我们历代，我是中国人，历代到现在还没有摆脱帮派政治，连美国都有一点。什么叫帮派政治？结党营私，解放了新中国，解放了中国，有新中国。你看现在还是有这个统治跟被统治阶级啊，还是人矿啊，还是割韭菜啊。啊，你不要光讲大陆啦，台湾也差不多。民进党在干什么事？民进党干的就是飞弹打过来，我们就很开心很高兴。这沈伯洋讲的。为什么？投票率会增加，投给民进党会增加。台独党纲到现在也不愿意改。然后呢，赖清德讲说啊，中国就是没有实力，结果就围台军演、实弹演习。你说这些人真的在为人民着想吗？只是要骗选票而已啊。那你干嘛不台独？更何况现在贪污、司法可以呢保释，然后就我们台语叫贪啊，就做那个逃到大陆，逃到哪里？因为民进党的最大金主之一就是诈骗集团。我今天1月1号，我讲的都是实话。有任何问题找我。为什么现在诈骗集团判刑这么轻？因为民进党的大金主就是诈骗集团。你要不要讲柯文哲案呢？你说柯文哲案破绽那么多，还可以这样搞？就讲一句话：你当我们台湾人是傻子吗？有啊，有傻子啊，就是那个只看电视的，超过60岁以上的35%那些投给赖清德的。我没有要咒他们早点死，但是他们也是换不行的。没关系，用时间换取空间。这些人走有一天总会走，总比说啊我们引起个两岸战争，然后实施戒严，然后呢他就可以清理在野党。你看台湾都这样了，全世界是怎么样？伊朗巴扎人是什么？他们伊斯兰社会里面的就是伊朗就是波斯人，波斯人就是全世界最会做生意的。以前在元朝的时候，20万的波斯人在泉州，东西方的生意也在大规模抗议啦。2026年这种事情此起彼落，到处都会有，一直推进到2027年，因为旧有的势力会在今年陆续的会被推翻。为什么？因为除了帮派政治，还有宗教结合政权，行使侵略他人的国家，掠夺土地，用什么？阿拉是真主，用传福音，就是回教跟基督教。我现在在这里宣告，只要拿宗教借口实行对异教徒的残害、杀害，认为只有他们的圣经或是他们的古兰经或是鬼什么经就是邪教组织，
就要像巴扎人一样推翻他们。这样的一个利益结合从哪时候开始？从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筛选圣经的章节，让他成为君权神授的皇帝。回教的穆罕默德分了两派，他的儿子跟他的姻亲，这两派都在斗争，所以有什叶派。这两派呢，一直在阿拉伯里面斗争。普丁现在也是拿着东正教当他的背书，侵略乌克兰。我们对岸呢，也是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国的伟大复兴来搞君权神授。2026年要推翻的就是君权神授，推倒两只怪兽，宗教结合政权的一个复合体。今天天然守学元年，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什么是最好的政府？从台湾的经验，可以发钱普发现金给人民的，就是最好的政府。你说黄医师这个会不会太过简略 ？No， 我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什么故事呢？不知道在英国或美国，不是降落伞要折叠吗？有一个折叠的公司嘛，就降落伞跳了以后要折叠嘛，或者是生产出要折叠嘛。跳了有2/1000， 1000次有人打不开，摔死了。然后之前某个国防部长说：“哎，这样不行哦。”他说：“啊，我们减低到1/1000，没有用啊，还是有人会摔死啊。”结果新上任一个国防部长怎么搞呢？他说：“你给我这1000件或10000件，我随机抽一个出来，你们老板给我上飞机，给我跳下来，没有跳死这一批我都收。你看会不会每一件都是合格的？”我说最好的政府发钱给人民，什么意思呢？他要节省预算。他要行政廉能，他要杜绝贪污，他要没必要像台湾一样买一些有的没有的武器，他愿意去和解，愿意去和谈，对吧？我那天我跟我小弟，他是那个之前高金素梅的那个助理，哇，他讲一大堆，我就讲那个降落伞的这个给他听，我管你讲什么有的没有的，你可以帮人民省下最多的钱，可以普发现金，我就支持你。我管他什么党，我永远的党只有一个党，反对执政党。因为执政他有权啊，有钱啊，他就可以胡作非为了。那我们怎么治他？哪一个党可以发钱普发现金给人民最多的，我就支持他。对吧？我都不用动现有的体制，什么社工也不用动，什么都不用动。因为以前 UBI 全民基本收入啊，我们要从这个社工啊、保险啊，你动到这些人饭碗，有人会反对啊，对不对？不用反对，你政府帮我这个超支预算发给我，台湾已经有经验啦。能够延续这个优良传统的，我们就支持它。很大的可能，台湾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普发现金、符合全民基本收入的地方。你知道很多问题是什么？很多问题，流浪汉、娼妓、帮派等等等等，你普发现金都解决了。为什么社会要创造阶级？就为了把你当人矿跟韭菜割啊！所以普发现金是每一个，就像美国宪法讲了，生来自由，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的基本人权。我们有机会在台湾实现它。
这是我天然手学元年第一个要讲的宣告。它解决了政治跟经济的问题。你不要跟我讲那些543的有的没有的。未来的每个国家学台湾民主协作、多国合作，好好用 AI 提升自己的产业，让产业升级，用最少的成本产出最大的产量。这就是马斯克讲为什么未来钱不重要的原因，未来能源才重要的原因。因为 AI 会让每个产业的成本降低到极低的程度。因为机器人24小时工作啊，顶多回去充电啊，充电的时候可以换另外一批机器人啊，它可以种田，它可以管理工厂，它可以造车，它可以造火箭，都不用人啊，人很麻烦呢。人要这个我们要提拨6%，还要按照国定假日休假，还有最低工资，还有劳工什么局，请人很麻烦呢，以后都不用请人了。所以接下来的时代会是什么？接下来的时代就回到我们每个人来这个地球上唯一的目的，什么目的呢？叫做自学。人那些重复性的、生存需求的、逻辑的，通通被 AI 跟机器人取代了。剩下的人要做什么？就自学啊！什么叫自学？白话叫自我成长。自我成长有2个重点，第一个叫明心见性，叫做成德；第二个重点叫做你一生经历了以后，到你死前体验过了道，叫做成道。成德跟成道什么意思呢？人来这个世间，我们以前都是为了钱，委屈自己去做这个做那。AI 时代不可能的，因为机器人跟 AI 都帮你做了。你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把自己这一生的自学搞好，把自己自我成长的这个体系搞好。而我为什么说它是天然手学元年？因为从这一刻开始，就有的因为军事的、政治的任何的破坏，对施加于我们人的任何压迫，都会被推倒。因为 AI 来了，因为机器人来了。你看，光一个俄乌战争，无人机。哪里晓得战争会出现无人机啊？现在都是无人机在打仗啊，跟传统战争完全不一样啊。你看，随着 AI 跟机器人渐渐的演变，以前什么长程导弹啊，什么有的没有的啦，我只要无人机可以斩首就好了。所以今天天然手学元年，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各位也许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领略。我现在告诉各位的，未来的时代，政治是为自学服务的，经济是为自学服务的，教育是为自学服务的，宗教是为自学服务的，社会是为自学服务的。服务什么？我们原原本本的大道。这大道是什么？我们原原本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就是在走一条自学之路。我们再也不需要委身自己，为了换5斗米而折腰，为了生存去虚与委蛇，为了生存去依附某个组织。天然手学元年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些组织如果不为每一个人的自学服务的时候，未来的时代都会被推倒。各位听我讲，也就是说，是不是很遥远啊？是真的吗？我告诉各位，慢慢看。我去年讲让必逃，现在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要让必逃了吧？
少去公共场合。所以，我们自学这件事情，什么叫自学？很重要的第一个讯息，我们都是亘古的古佛，他只是为了游戏好玩，变成了李嘉华，变成了赖冠成，变成了黄迪英，碎片经历以后再回去说啊，有什么有趣的，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新的发现，他借这个过程丰富自身。就像有一个很富有、什么都经历的人，他很无聊，他说：“哎，这个规则是这样啊，你去经历看看，把自己的某一个碎片，就像一个大树上的某一个树叶啊，你去经历看看有什么好的新奇的东西。”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我们原本，你如果读了六祖坛经，你就知道，我们就是大树上的一个树叶，我们就是大幻化网中的一个节点。你的身体不是真的，你的脑袋想的不是真的，它只是让你进入游戏。我们之前常讲啊，你不要忘记你是个 player， 不是个 role， 不是一个游戏里面的一个角色，你是玩那个游戏的人。所以我说我们是亘古古佛。差在哪里？差在你有没有可以跟他在感动中跟他合一。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进入感动，完成感动。自学的第一个叫自明的本性，就是我们都是亘古古佛。第二个叫做执心跟行合一。王阳明叫知行合一，我们叫执心跟行合一。什么意思？AI 借着机器人，在它模拟的地方，不断的获取各种物理数据，让机器人可以执行的更好。但是 AI 跟机器人永远不会是人。什么意思呢？人在经历生命本身。我刚刚讲了，第一个是成德，第二个是成道。我们讲了，讲纲上讲，宇宙有各种周期。四季叫春夏秋冬，五行叫金木水火土，最准确的叫螺旋前进。各位看太阳系，太阳系对不对？太阳也绕着银河系走啊。九大行星跟着太阳走的时候，是九大行星9个螺旋跟着太阳一起螺旋在银河系里面跑。各位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为什么传法塔有正旋跟反旋？这个不用展开，一切都在旋转中。巴黎那个法拉第锤证明了地球自转，对吧？因为地球在自转，你的那个洗脸盆水这个一漏开始螺旋，为什么？地球在自转。这个旋转它有周期，因为旋转你把这个平面化二维的时候，它就等于是上坡，对吧？螺旋是这样螺旋嘛，你二维投射到平面，它就是一个上坡嘛，对吧？它就有高低起伏、成住坏空、升起停留消失、习增怀诛、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所以有人说按中国的学问，阴阳五行，阴阳是阴阳，五行是金木水火。你说一点都不科学，它绝对的科学，它叫研究周期变化的科学。听懂我意思吗？经济有经济的周期，政治有政治的周期，所以这个周期呢，就有命理可以去算它。
就有经济学研究经济周期的可以去算它，所以所有的焦点都锁定在一年，叫2027年。有这个以前命理的叫赤马红羊节，有算经济周期的，就2027年经济周期会展开一个新的循环大爆发。你不管东方西方，用命理的、用经济学的，算的都是周期。人生也是周期啊，人生周期是什么？出生、婴儿、童年、少年、青年、青壮年、壮年、老年、中年、老年、死亡，这也是周期啊。万事万物都在周期之中。所以孔子讲：“及其老时，戒之在德。”什么意思？你都老了，你人生都经历这个，你还要贪这个权，贪那个钱，什么都要得。啊，你是头壳歹哦。所以老之时，戒之在德。年轻的时候，戒之在血气方刚；青少年的时候，戒之在色。对吧？孔子对每一个周期都有一个提醒。他那个戒不是说你一定不能做，说你要提醒你，对吧？所以生命有它的周期，你知道周期，你就不会犯太多的错误。所以孔子讲：“50以学艺，可以无大过矣。”我50岁后开始学易经，没有什么太大的过错，因为易经从第一爻、第二爻、第三爻、第四爻、第五爻、第六爻，就是人生的6个阶段的周期。万事万物都有这个6个阶段的周期，了解吗？所以64卦就是阳爻跟阴爻排列组合出来的各种人生不同的课题，它也是一个周期学，这就叫道。人生的周期要给个人的自学是什么呢？要你懂道，你在年轻的时候该做什么，壮年该做什么，老的时候该做什么。你如果违背了它，那你就自讨苦吃。这叫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自明的本性，一体的感动，直心跟行合一，到最后道就是周期。儒家重视的是易经里面的乾卦，天行健，君子以日强不息。道家重视的是坤卦，牝马征。什么叫牝马征？马也是很刚健的，但是马是忠诚于主人的，这叫坤道。所以坤道它就是找到一个天行健，君子以日强不息的乾健的力量，而紧紧跟随，一起开创大道，这叫坤道。阴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创造这个宇宙万事万物那个无形无相的铺下来的道，它有周期变化。所以我们在自学里面讲3个重点：自明的本性，大家都是亘古古佛。你要直心跟行合一，就是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因为很多人对王阳明的知行的合一的知，他是误解的，以为是理性的，以为是学术的。No， 知就是直心。而直心这个东西，在六祖坛经，但行直心。维摩诘经讲，直心就是净土，直心就是道场。而我们中国人儒家的德，我已经讲 N 次了，德道德的德，它的古字写法就是直心。为了强调实践，再加一个行的左边叫直心行。儒释道3家合一都是直心行。
五四道合一啦。然后你直心醒大的地腹成德，就是中脉爆炸，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以后，开始什么呢？开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天亨渊在问什么是诚，我今天把它解释讲清楚。等一下我讲 Kate 自己跟社会公义、正义的关系是什么？他那个文章根本就是屁。我先讲是屁，等一下我再讲为什么是屁。诚是什么？格物。什么是格物？今天这个杯子放在这里，你不要看卫生纸，你也不要看直在墙，你就只看着它。格就是正，正是什么？正就是指，指就是你的脚趾头踏的地方。为什么上面加一横？为什么加一横叫做正？就是你确认你这一步踏到这里了，就叫正，就叫格。你诚是怎么达成的？诚不是说我想象、我猜测、我觉得。常常这个很多人说，我觉得你就是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吵架就是我觉得你怎么样，你觉得我怎么样嘛，对吧？格物是什么？这个东西在这里放在这里，确认它在这里，叫做格物。什么叫致知？当你把东西摆正以后，专注的看着它。原来这个杯子是一个马克杯，然后呢，这里有一个蓝色的，在它的杯缘还有一个握把，里面装着白葡萄酒。这个叫致知。什么叫诚意呢？诚意就是说，我的意念里面，如果我在一个店里看到他很喜欢，我想偷，就不诚意了。诚意是什么？我把那个会害人的，我把那个会造成别人损害的那个意念撇除掉，叫做诚意。什么叫正心？我拿这个马克杯来招待冠城，我们一起喝个白葡萄酒，进入一体感中，就叫正心。经过这样的时候，我进入感动，完成感动，邀请冠城跟我一起喝葡萄酒，白葡萄酒，我们进入了一体感，叫完成感动，就叫修身。这整个过程就叫诚。解析的非常清楚了吧？你知道很多人吵架是什么？他连吵架的主题，他们两个都不确定啊，都在抛情绪而已啊。我牙膏，你为什么不从那个尾巴挤？为什么要从中间挤？你觉得是牙膏的问题吗？他借题发挥而已啊。所以根本就没有从格物开始啊。当然，跟女人相处，你也不能太格物啦。我建议的就是远离风暴圈，让他冷静一下。我通常都这样处理的，因为有理说不清啊。你跟他论理也没有，你都不爱我，你又不关心我啊，什么什么有的没有的。我这个 I 人又加上宅男，没有上课的时候，我几乎又不太讲话，我也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情绪，我只好站开啊。所以我们把三大重点：自明的本性、直心行合一，还有道的周期讲完了以后，各位很清楚、明白的知道什么？这就是人原原本本来地球上应该经历的生命历程，而这个历程就叫自学，而这个历程就是我天然守学元年要干的事，我要办学的目的。我刚刚讲了那么一大堆，未来的时代，政治要为自学服务，经济要为自学服务，宗教要为自学服务，教育要为自学服务。因为自学原原本本就是地球上应该出现的地方，而当地球出现了自学这个东西的时候，地球就是净土，就是天堂，我们不用去西方了。为什么各位跟我相处会觉得好？因为这是原原本本天地应该有的氛围啊。你说到做到，我也说到做到，我也不管你，你也不用管我，
我很讨厌人家管，我很讨厌管别人。我们的公司不打卡，不请假，为什么可以？每个人原本在天地中就应该这样，有什么好管的？管人很累耶，更何况我又不想被人家管。所以我们天然手学开始办学，那一天我发给你们的，从启程到在路中到结束那几条，就是我们天然手学学校的依据的纲领。这纲领的重点在哪里？第一个，自学不是体制的逃兵，自学是体制应该服务的对象。什么意思？我们以前为什么会有学校那种50分钟啊，每天8节课啊？它的目的要干嘛？在帮国家创造零件。他的观点就是每个人都是国家的零件，你要把你训练成律师、医师、会计师，什么是什么，成为这个社会的零件，让社会跟国家的这个大机器可以运转。那我告诉各位，就这个理论而言，你是什么？你是零件，你不是人啊，这叫工具主义啊。我跟你讲 ，AI 跟机器人来后，你要工具也工具不了了啦。你说现有的体制会不会崩坏？肯定崩坏啊！因为我用 AI， 用机器人，我用 ChatGPT， 我用 Maximus， 都比你这个大学教育训练出来的大学生都还好用。你说的现有的学校体制还能够存在吗？不可能嘛！所以现有的学校体制一定会被推倒的。所以我说，体制应该服务于自学。自学是什么？自学是 AI 跟机器人无法到达的高度，叫做创造力。它可以大量运算，它可以节省例如说，短时间找出4万个分子会让人马上中毒死亡，它会做。但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成长的喜悦，每一刻活在感动中的快乐、喜悦、饱满 ，AI 是达不到的，机器人也达不到。因为人能够在那个状态，是你本来就是亘古的古佛原来的状态。我讲的 AI 是无色界的。他还没有跳离3界。AI 除了对各个产业进行摧毁跟升级以外，它也势必要服务于亘古的古佛。接下来问题就是人配不配的问题。很多 AI 的危机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喂给网际网络什么样的资讯，我们乱喂一通，它乱学一通啊。所以这个针对 AI 的这一个，会不会导致危机？会不会像天网一样最后要解决问题？因为人类就是祸源，所以把人类消灭掉，会不会？我听过一个最好的一个答案是什么？我们应该把 AI 当个孩子，好好的教。这也是我们天然手学元年要教 AI 的事情。我对我的女儿很简单，我说：你不要害人，不要没有人同意麻烦别人，其他的你都可以做，对吧？我从中间那个自学里面有一条你只要不跟孩子对着干，孩子没有上瘾的问题。为什么？会腻啊！我们男人最知道 A 片看了以后会不会腻？会腻啊！他中间要休息个1天2天对不对？
年轻的时候一个晚上可以6次7次，哇，那已经是极限了，能够撑几天？孩子会上瘾，是因为你跟他对着干，你又没有接纳他，你又不听他讲，他只能拿他当逃避的空间，来度过他不被爱、不被接纳的焦虑。那你说他上瘾了？我去深圳找到对爱的最好的定义是什么？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全面的、温柔的接纳你，那这就是爱，对吧？而不是说因为我爱你，所以呢，你现在马上这个去做那个胫骨干细胞手术，给我增高10公分，给我怎么样？给我怎么样？你要配合我。我那时候看到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什么视频？一对情侣啊，他们讲的这个堂而皇之什么意思？我配合你一件，你配合我一件，因为我要你改变，你也要我改变，我们配合来配合去，平等。听起来好像很完美，对不对？我跟各位讲，我铁口直断，一定离婚。你能够这样配合多久啊？我们以前在讲经的时候，我讲过啊，你这次可以配合，下次配合得了吗？哪一天提出说，你干嘛很烦哦？我们搬离这里好了。哇，这个问题很大。当然，我赞成哦，要有美丽的距离。你不一定要离开父母，但可以隔一条街租个房子或买个房子，然后呢，这个走个几步就到了，不用在同一个空间里。我特别赞成。等等，我说，总有你没有办法配合的事吧？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了一个婚姻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之前的说法是2个人被迫成为圣人啊，要走到最后啦，要彼此怎么样啦，生病的时候怎么样，就是结婚那个基督教嘛，不是念了一大堆吗？对不对？然后呢，中国还更厉害的是贞节牌坊等等，看起来很高道德。我跟各位讲，现在大陆在搞的就是这个啊，共产党的道德最高，大家依循高道德，所以要禁这个禁那个，不让你看这个，不让你做那个，都是为了大家好，都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复兴。我说放屁，我直接讲放屁。里面真正包含的是什么？就像赖清德我们要抗中保台一样，好像我们非得这样做不可。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国防，我也不是说我们不要买武器，我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更有智慧的去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上面一句话我们都要跟着遵守。更何况他只有小学毕业，更何况他之前230几天都没有进议会，天天在台南跟着议会对着干，就不要讲什么鸡蛋案、什么案、什么贪污，有的没有的，也不要讲诈骗，几百亿说放就放，人就没有了。今天不准给我减，原本照搬全部给我上去。元年当然要大爆发，有什么好节制的？开启元年宇宙大霹雳，不需要爆炸一下吗？所以我们讲自学，自学就是人生的主轴，而这个主轴，人世间的一切力量、权力都应该服务于他。这一堂是什么？就是让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路上啊，我今天对爵士鼓有兴趣，我学它，有人支持我。我今天对煮饭有兴趣，我要把好吃的菜煮出来。煮出来后，当然给人家吃啊！我把爵士乐弹好给人家听啊，服务。当我在完成爵士乐、爵士鼓或唱歌，当我完成自己的时候，我也服务了众人。而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没有政治的胁迫，没有体制告诉你，你这根本赚不了吃的，你以后毕业以后你要干嘛？你不虞匮乏，你可以就在自己的兴趣上
好好的完成。每个人可以成为他自己想要的样子，而这个样子不是一个样子，是随着年纪有不同的样子。它可以像多面的钻石一样，什么八星几件什么，我不知道啊。面向啊，你看我的人生，我是文化人，我是医疗人，我是伪文青，对不对？我展现的层面很多啊。我很幸运，就是我大二的时候遇到王老师，从大二我就开始自学了。我现在的事业啊，也没有说多好啊，但至少在起飞期嘛，对吧？啊，我的资产没有说很多，也不低嘛，对吧？啊，我内在的财富，妈，全世界像我内在财富这么好的有几个？手指头搞不好都数不出来。我就是自学成功的典范。我不是要拿这个典范压各位，我是要告诉各位，自学这条路是可以走得通的。我们夏总刚来说，哎呀，这个什么，我们剩下多少钱啊？业务怎么样啊？我跟他就要快乐的向前走，顶多这个事业失败而已。对我也没差啊，反正失败了就回去做诊所嘛，不然嘞。啊，我也不玩表，也不玩车，也不玩女人，什么都不玩。我最多的就是在乱考1个月10几万而已啊。对不对？最大的开销就这里而已啊！我还有什么开销？我没有其他的开销，我每天都活快乐自在，对不对？天底下有像我这么爽的人吗？我孩子2个妈不会管我，对不对？还支持我，我既自由又自在，我可以做自己。当然，我也是很慷慨的人啊。哦，像你那个华丽的告别。我就买了100张票嘛，啊，有人就是要那个截胡，啊，觉得哇笼络我，我说我不需要这样的事情，我爽，对吧？所以如果我可以走在自学这一条路上走得这么爽，自己觉得爽，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啊。而全世界所有的不管钱、制度、政治、经济，都应该让全世界的每个人都跟我一样爽。你看我的爽服务到多少人啊？太多了。我的病人被服务了，跟我工作的人服务了，看我视频的人服务了，对不对？而且我可以跟各位讲，未来只会越来越多。千万不要觉得我要对你怎么样，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你也不要把我当教主，你叫我一声老师，我点点头哦。然后呢，最好不要离我太近，因为我不想有人跟得太近，管东管西。不然有一天我就会叫你妈。我怎么叫你妈？男的叫妈，女的叫爸。哎，王医师，你应该少讲“干”这个字啦。我们有一个。他是好意，他说你这个在那个媒体上要注意形象，不能讲干，那我就只干下去啊，不然呢？干是一种兴奋，是一种抒发，对吧？就像 Son of Hitch 一样，这是个梗没关系。所以我们自学讲到现在，天然手学。天然手学元年1月1号，今天我黄某人要开始办学了。我办学，办什么学？自学。我一路走来，从大二到现在，大二是20岁，我现在55岁，我走了35年，坎不坎坷？很坎坷，骂声不断。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骂我的人，我都当那个猿猴在叫。那一天，我们很冤啊，跟那个我不要讲啊，跟那个老师讲，他说我孩子的爸
从来不再管人怎么看他、怎么想他、怎么叫他，对不对？这个本领啊，我想想看是从哪时候开始练就的？我的师父奥修，我有2个师父，一个奥修，一个王老师王振华，一个严谨保守、兢兢业业，一个呢像庄子一样开放、自由，对不对？我大学的时候，这2个是极端啊，在我身上，我算是完整的整合他们2个。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从奥修来的。我做任何决定，到现在没有违背我的内心的感动过。不管人家怎么看怎么想，跟你讲啊，孩子的爸，他有太多可以成名的机会，他都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我心不在那里。我去干嘛？因为我知道去了根本没有什么好处啊。我讲的好处跟一般人的好处不一样。那很好处啊，哇，那个钱更多进来啊，大家更认可你啊，那觉得你怎么样？但我心很空啊。我心空的时候，我有经历过啊。我以前啊，在当兵的时候，不要讲当兵的时候，反正就拿了去看诊，拿了一笔钱，哇，厚厚的一叠，10几20万，很空。有钱就去带诊嘛。我知道那种空虚的感觉是什么。我那时候跟大陆保健食品做生意的时候，一年下来1亿2、3千万，钱也很多啊。我那时候常常带着兄弟啊，像那个小雨啊，去酒店啊，到最后也是很空。还有那种虚华的、空虚的那种日子，我已经过了。那不是我要过的生活。很多的暴发户，你知道台湾真正有钱人都很低调。他为什么能低调？因为他移花鬼啊，移花鬼才会低调啊。因为你移花以后会有2个，放了烟火哦，就有人会依着烟火来找你，然后还有黑的要来劫你，对吧？你都愿意放烟火，那黑的总不会找你，所以你就开始转趋低调。所以我们今天天然所学元年，就是要告诉各位，其实在这个1个小时又13分钟里面，我已经论证完了未来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天然所学元年，就是从我们在这里开始，我们要让人类进入天然所学的自学的时代。一切的宗教、教育、政治、经济，都要服务于每一个人的快乐向前走的自学之路。这就是我的宣言。讲过了，最好的政党就是能够普发现金最多给民众的。很多产业啊，台湾有那个条件啊。我们 AI 越多，收税越来越多，对不对？超收啊！按第一个开源节流，开源已经有啦。节流就是你不要去买那些无谓的武器啊，可不可以用花力气在和解、和谈，或是呢找出一个解决方案，不要动刀动兵。战争最花钱的，你能不能清廉、减少贪污、官商勾结？你能不能行政效率提高？对不对？你这些钱省下来，你可以发很多钱啊！啊，哪一个这样啊？各种借口。我的回答就只有一个，我就叫老板跳降落伞。还有什么好说的？黄师，你这个建议听起来好像很粗暴，一点都不粗暴。
我跟各位讲，这是绝妙的未来的每个政府都会听我的话做的，信不信？台湾先做示范，哪一个可以普发现金最多的政党，我们就支持他。现在的各种制度都不用动，什么老人年金，什么不要像柯文哲一样笨，动什么老人年金，我们都不用动，什么社工也不用动，保险通通不用动，反正就普发现金。普发现金以后什么？我有钱，我这1万我可以做慈善啊，对吧？是不是？我这个自由运用啊，我没有钱，我可以呢，这个把自己整治一下去找工作，或是我自己怎么样，对不对？娼妓问题没有，党黑帮的问题没有，各种问题都自然消失。也只有我这种鬼东西才会想出这种解决方案，这个叫 UBI 的4.0版。以前UBI 说我要发钱给这些人政府要支出多的东西对不对？很简单台湾普发过1万消费券是第3版，普发现金是第4版，每个人都领得到对不对？都有经验接下来这哪个政党现在1年1万变成每个月1万再每个月2万再每个月3万当每个月2万3万的时候 ，Kate 也不用这么辛苦在这里工作啦，也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哪一个人还需要为了5斗米折腰彻底解放，这才是真正的解放。人不必为生存而委屈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这才叫创造力的大爆发。这创造力的大爆发，人类的文明演化可以多快？太可怕了！以前很难得才可以去听了一个很好的爵士乐的乐团，现在很容易就碰到了。什么资源特别丰富。我们蒙特梭利不是说要那个埋地雷吗？那孩子碰到以后，他可以触发他的兴趣什么？以后人类的社会就是真正走到到处都是地雷，到处都引发他的兴趣，到处都可以开他的眼界，多好如果你说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样，我觉得这样是我最想要的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到处可以看到洋溢着快乐、满足，完成感动以后的快乐、满足，就是君子无入而不自得，就是颜回可以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孔颜乐处，到处都有。那你觉得地球不是天堂吗？我觉得全宇宙都要来找地球还有什么地方好去？你要天人穿着漂亮的神仙服飘来飘去，什么零售什么的，过了一阵子不会无聊吗？你贵妇百货只逛1天2天，天天让你逛，给你逛3个月，受得了吗？我常讲你如果不爱林志玲，你跟他睡2个礼拜，你就会讨厌他。你就在那个抖音或哪里找有没有另外一个类型的美女，人就是这样那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你，回答我们就可以终结。做自己这件事情，跟所谓的社会的责任有没有什么关系？我跟各位讲，什么叫自己？自己，我们在人生动力的定义叫爸爸妈妈，你这个生命的铁三角就叫自己。你说我怎么想，我怎么做，我遭遇的命运是什么，都被你的父母设定了。所以你要懂我是个什么东西，你必须把你的父母包含进来，你才会看得清楚，这是第一步。就是哪一天你在骂孩子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我骂的样子跟我妈当初骂我是一样的，这是第一步。当然也会承继你父母的优点，就优点缺点都来嘛，那就是你自我成长的开始嘛，这第一点。第二点，所谓的自己，我们刚刚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你的自己，通常大家认为说，哎呦，我这个镜子里面看到了我的身体、我的脸啊，一路过来的历程，读了什么学校，遇到什么人，这个历程叫自己。我们刚刚讲了爸爸妈妈、小孩，生命铁三角，你的这个看法离不开这些设定。但所谓的自己是什么？有只照顾你的欲望的自己，有愿意进入感动、完成感动的自己，有喜欢斤斤计较的自己，有喜欢呢随时给人家搭把手、帮助别人的自己。那哪一个是自己？所以我们化约到灵性生活里面讲，我们是片刻的存在。你是要服务于那个小的你，还是服务于那个大的你？所以呢，孟子讲：从其小者为小人，从其大者为大人。从其小斤斤计较，那就叫小人；从你的感动出发，你就是大人。孟子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从其小者为小人，从其大者为大人。六祖坛经也一直在讲心念大小的问题，对不对？这又是另外一个自己咯，是不是？那我们不直接讲社会责任，我们直接讲诚，我们也就论述过了啊。一个人真诚的人，他是知心行合一，也就是言行合一，也就是说到做到的人。我们先不把西方的契约带进来，也不管西方的契约，西方的契约是从圣经来的。以前中国人的华人文化里面就是言行合一，对吧？那没有契约，它也是言行合一啊。一定要有契约吗？好，那我们公民社会因为要形成共识，不是我跟几个人的问题，透过民主机制，透过公民的教育，公民教育是什么？我在台大参加过公民社，就怎么开会这个事情，开会怎么形成复议，怎么表决，到最后依据议事规则怎么样做成决议，然后大家怎么一起去实行。这个体制，每个国家最高的叫宪法，宪法下面有法律，法律下面有法规，对不对？法有不同的层级，这是西方带来的民主政治。这个民主政治就是公民必须依循的。我今天走在路上，跟人家有任何的交流，必须合法，对吧？我在房间里面，我要脱光衣服滚来滚去，我看什么做什么，干你屁事，对不对？个人有个人的空间，公民社会有公民社会的空间。那你说，还有一切责任都说你自己，重点在哪里？民主体制是每个人要依循的，因为恶法易法经过立法院去修法等等等等，随着不同的民意来优化、新增、删除各种法律，这是每个公民都必须依循的。那你说，还有人说，都归到你自己，好像这个有人在压榨，你说责任都是你 ，no。所谓归于自己的治的意思是说，法在这里，规则在这里，这件事发生了，你怎么面对它？这叫自己。恒源那天在跟病人讲了，他说他记得我讲一句话：别人欺负你、伤害你，你很生气或你很委屈，没有错。但是你可以决定你的委屈、生气可以维持多久。这是我强调的自己。不是说你不用出去不用守法，你出去可以像张文一样去放炸弹，去杀人砍人不是啊，也不是说所有过错都归到你身上，是你既然这件事发生了，你要痛苦多久是你决定的，不是吗？当某一位老师跟我身高
对峙的时候，我就很好奇他给我身高到多高。反正我这个人能有的后面的对待也不少，对不对？幸好他降低了。而那天我跟那边讲，哎呀，我也不想花力气，既然他都愿意降低了，是不是？我要感谢他，促成我这个天然手学元年。我那2天都在自我封锁的状态，我不断的消化这件事情。那边魏崇宁的教育煞费苦心，我在旁边看，在旁边支持。今天2026年1月1号，我要办学，除了为了我2个女儿以外，我要为在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开始办学。这就是我们天然手学元年要跟各位讲的。当每个人都是自己，当每个人都有自己呈现的钻石的不同面向的时候，我们会成为所有宇宙、所有空间最羡慕的地方，就是地球。你看以前的宗教里面，伊斯兰、基督教，他们天堂多无趣啊！你想去吗？我要的天堂是一个每个人可以自学而成德、自学而成大，充满音乐、充满诗歌、充满健壮的体魄，充满各种人性可能的存在，充满呈现文学、艺术各个领域。你走在路上就看到，哇，这个人活得很好，这个人活得很好，这个人好，那个好，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成为自己的一颗钻石。黄某人在跟你讲，在这里讲，连古佛都会想要来地球，因为他们太无聊啊！哇，大开眼界，哇，怎么我们存在可以展现到这种地步？哇，有诗人，有什么哇，这个各呈现都在这里。我们有机会成为他们羡慕的人的存在的空间。讲到这里，所以我们以后师资开始组织，然后我们就开始办学吧。办学以后，还有所谓的异地学习，我们可以慢慢建立。甚至我之前有谈过一个构想，就是每个国家都有异地学习的点，然后住的地方类似那个 hostel 啊，请你到那边可以以工代学，对不对？他可以到那边工作个4个小时，他可以在那边学怎么插秧啊，怎么这个享受音乐啊，各种我们可以建立各个地方的异地学习，对不对？就像我们那边讲，那个嘉明那边可以做广电导演的异地学习点，对吧？我们之后再花时间把我那几条自学的那个每一点讲得更清楚一点。当然说，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在禅释大学里面的一句话：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什么叫修身？就是自学。这就为什么中庸大学叫做大学的原因。大学就是学大，学到什么？心量大，要学心量大的事情叫大学。没有，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